年素月浓，萧瑟沉风，恍若还是缄默片中。静心听花落，无虑不谋，所去处可是我所求。一念去魂流，江山与江山不同，乾坤无念，不肯生动。并肩看苍穹，岁月比岁月浓稠，一眼刻墨江岸空。荒唐人世中，谁是我？吓死我了！居然做梦见我死了，还跟陛下一起埋了。呸！大吉大利。就是这间吗？好，我自己进去，你们守在外面。你就是胭脂的心腹凌宁。嗯。为何戴着面具？哦，我幼时面部烫伤，所以面容丑陋，一直以面具示人。他可没说你竟是这个样子。能上战场？当然。此番调兵整顿，加上长途跋涉，有1个月的时间。你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治好你的伤。没问题。你什么？你的声音有些耳熟。哦，那是，怪不得大家都说我的声音好听呢。大人，大人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马上闭关休养，才能使丹药发挥最大的效用，否则会反噬心脉的。没事吧？都走吧，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本宫要闭关了。走吧。这个时候，大人，现在闭关时机不对呀！是啊，大人，现在不可闭关的，大人，是大人。怎么不对了？神医都保证过了，陛下半死不活的状态，至少要持续几个月。再说光王，早就在本宫的监视下。沈采君也已镇压，有何不妥啊？是啊，李德云怎么办啊？是，怎么办呀？甭作乱，就让那帮文臣先顶着。你们要记住一点，皇上是关键，只要把皇帝紧紧握在手中，他李德云再怎么折腾，都是徒劳的。那承袭还没抓到，万一他回来搞事情怎么办呢？就是大人，怎么办啊，大人？将旗营已经防范了，防范不住怎么办？还有军饷虽临时调拨了一批，但是接下来几个月可还没有着落。倘若万一闹起来怎么办啊，大人？是啊，大人，这
事情都还没有得到解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大人您出个主意吧！大人，哎呀，你想想办法吧，大人！哎呀，这你说我们都没办法了，就你一个人办办吧，大人，大人。什么怎么办呢？啊，哪有那么多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本宫刚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闭关了，听不懂话吗？我要你们何用？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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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群废物！大人别气，只要大人按秘籍服丹，定可延年益寿，精神百倍。这些难题都不在话下。大人突然召集所有金子旗，也不知所为何事。所有的金子旗？是啊。那右相，他来了，官王那边怎么办？这是替身。替身，长得还挺像，哪儿找来的？将棋营创建8年来，这是人道的最全的一回。都起来吧。胭脂，你过来。本宫闭关后，将棋营做2件事：第一，继续通缉程曦；第二，看紧光王。是。右居，左居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等他回来之后，你们为本宫护法。是。左相、右相，胭脂还年轻，你们一定要多加辅佐。放心吧，大人。那就都散了吧。是。在想什么？左居吗？他被大人派去杀密杀，事成了却迟迟不归，有蹊跷。没错，但是我现在想的不是他。那是什么？我在想，裘子良这次闭关，恐怕是出不来了。什么意思？首先，裘子良那本武功秘籍是13的师傅给的，而13就是光王。光王会那么好心，真的给他一本绝世秘籍？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个圈套？光王能用8年时间埋一个将棋营，自然也能埋一本书。否则，什么秘籍会让人长期服食丹药？不闭关还会反噬其身。其次，右居是光王的人。他推荐给裘子良的神医，自然也是他的。一个护法，一个扎针，就算没病，也能整出点病来。而且，时机太凑巧了，内忧外患，
如此关键的时期让他闭关，对齐燕、李德云还有我，都太有利了。所以，这都是光王刻意安排的。此人也太可怕了。是啊，神机妙算，确实可怕。你我应该庆祝一下，耗费这么多年，终于将这邱子良送进了鬼门关。现在庆祝，未免过早。秘籍的下半部是我亲手篡改的，照着他炼丹符丹，必定每况愈下。我就不信他邱子良还能圣手回天。殿下，我回来了。他可还好？我已将他送往吐蕃，有20个当地女子照看着他，您放心。此件事了，我会亲自接他回来。无论如何，她都是我的亲姐姐。辛苦了，下去休息吧。是。师弟，我且问你一句，你真的不想要回皇位吗？不想。不想。我还是劝你好好想想吧，因为陛下是真的活不长了。陛下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陛下，还是要去慈雨亭吗？嗯。陛下放心，老奴这就去太皇太后那儿，让秀姑交给李小姐。嗯。老奴先告退了。
月儿，我就知道不是你。这些天真好些了。邱子良闭关后，对朕的监视就松了许多。想必你现已在陆总替朕平乱。朕是来守着你的。自从你做了执剑人之后，尽是吃苦受累。朕对你先是嫌弃，后是猜忌，还3番2次的赶你走。真是对不住你了。请你吃东西，算是补偿。你吃碧螺，朕吃冷桃。怀玉冷桃。昨日那顿吃了你最爱吃的，今日你承认朕最爱吃的。疼否？悔否？欢喜否？欢喜。疼否？悔否？欢喜否？欢喜。如何？玲玲到哪儿了？其言任命张忠儒为兵马留后，小杂玲玲也在他那儿。她的伤如何了？有人为难她吗？他很好，康复得很快，没有人敢为难他。而且，此次借兵如此顺利，他从中出力不小。据说张忠儒特别赏识他，想要收她当义女。我的妹妹自然是出类拔萃的，区区张忠儒之流，也配收她做义女？卢从那边进犯10余里，李德云可有什么对策？想好了，不过不是李德云想的，是齐言。将军，将军，玲玲啊，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陛下的字迹。如今卢从屯兵城外，我已经挖好了一条地道，且派副将去侦察过了，直通那张江帐下。现在我需要一个带头人，率一支精兵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那张江擒下。我观军中属你的身形最为轻快，如何？可敢去？玲玲愿往。好，
养精蓄锐，今夜子时出发。是。一眨眼，已经离宫3个月了，也不知道陛下过得怎么样。将军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保重。撤！今夜之战，我虽已暗中派人保护，但刀剑无情。若琳，你一定要平安啊！既如此担忧，何必又放他去战场？他已下定决心平乱，我又如何拦得住？硬留他在身边，只会横生是非。倒不如让他离开一段时间。而且，我虽已成魔，终究不愿祸及苍生。这场战了，也该结束了。传令下去，今晚养精蓄锐，明日攻城。是。报。将军，人到了。好，快请进来。是。你来了。多谢将军，将我从吐蕃接来。哎，哪里话。姑姑。上宫那是为了帮我才落得那般境地，更何况我若要成事，还需上宫指点呢。愿为将军一尽绵薄之力。来，坐下说。那么，我们该聊一聊遗诏的事了。你手里真有文宗遗诏？没有。你敢骗我？先帝当年写下遗诏，交由宰相王阳，但王阳被杀，遗诏也下落不明。8年来，裘子良都没有找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什么？不是被有心人藏了起来，就是因为意外销毁了。可你写信向我求助时，分明说要将先帝遗诏给我，以换取庇护，是也不是？张将军莫恼，虽然我没有真的遗诏，但可以弄一个，以假乱真。怎么说？既然没有人见过真的遗诏，那么我们就弄一个假的，打着顺应天命、匡扶正统的旗号出兵，岂非比现在更名正言顺？等攻下恒安，再杀了光王，大兴就是你的了。若有人拿出了真遗诏，怎么办？先咬死了不承认，再趁机夺过来。妙，
姑姑竟然通敌，投靠了张江。这次迎战的主帅是张忠儒，上公怎么看此人？此人极善兵事，又熟读兵法。那上公有何高见？机不可失。有刺客！你们是胭脂派来的？你们去把他带给将军。您去哪？我要去找一个人。走。张江这个废物，这么快就让人给端了。本想借他之手攻回恒安的，罢了，只能另外想办法了。刚才那个刺客什么来路？为何身法如此熟悉？都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为什么朕总梦不到你？月儿，你还好吗？月儿，朕不得不睡了。禀将军，我军奇袭大获全胜。张江被零陵生擒后，途中企图逃跑，副使便割下了他的首级。这就是张江那厮。是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我会奏报陛下，请旨领赏。谢将军。下去吧。玲玲，你可是立了如此大功，怎么还这么闷闷不乐啊？没有，
只是逃了一些落网之鱼，所以我无妨。这卢从首领已被诛杀斩首，逃走的喽啰成不了气候。你呀，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明日跟我一同回京吧。我也可以去吗？当然，你可是奇袭之际的大功臣，必须带你一同面圣啊！是，谢将军。去吧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回宫见到陛下了。但是，我没有抓到姑姑，也不知道姑姑去哪儿了。我想请你帮我找个人，找到他后带他来见我。他的名字叫程曦。是。好一个张忠儒，果然是人才。张忠儒能够获此大胜，固是他带兵有方，更有赖于陛下的布局。没想到，陛下不但擅长骑射，还通晓兵法。此战能够如此顺利，不过是因为张将不够强，当即被生擒。若是换了球，不管如何，能在千军万马当中生擒敌手，那位小将确实有点本事。他叫什么？他叫凌凌，是裘延之的人。陛下，关于此人，这些东西，您需要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张忠儒在行军途中，无意间捣毁了将旗营的一处暗哨，这是从那里搜到的。左居左右回来了。拜见长戚人。爹爹如何了？公公还在闭关，长齐人今日来此，可是有大事禀报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既然爹爹不方便，就不叨扰了。左居，你的腿……属下在外办事不幸遇险，腿断了，来迟了，还望长齐人恕罪。看面容，确是弥沙郡主。亲眼确认过了，还怀疑吗？我总觉得左居此人怪怪的，而且没了弥沙这么重要一颗棋，心有不甘。别心烦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玲玲回来了。哎，还没进城呢。
你怎么来了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听闻你得胜归来，特地赶来祝贺。哎，不用主人动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主人？我既然是你的心腹，当然管你叫主人了。那我可没看出来你有半分情愿呢。哼，你知道吗？真诚要靠真诚来换的。你对我都是什么威逼利诱，我当然不会心甘情愿了。总有一天会让你心甘情愿的。你的伤呢？我看看。我没受伤，你听谁说我受伤了？哦，对了，我有正事要跟你说，明日入宫的面圣名单里面有我的名字。有的是玲玲，不是程若愚。你忘了，程若愚已死。齐烨没死，他很好，这还不够吗？不够，我要亲眼见到他才放心。胭脂，我现在已经回京了，我一定是会见到陛下的。你拦得了一次两次，你拦得了无数次吗？好吧，让你跟他有个了断也好。那你明日见完齐烨，乖乖的回将旗营，我等你。哎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为什么要我叫玲玲啊？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世臣闹，而难论系；俗灵娥而参错；清凛凛而歼灭系；混战战而日多。望你永远铭记。啊，我听不懂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军得胜，陛下为何不喜呀？有人想出朕逆鳞，朕怎会欢喜？怀志，在。若是有人告诉你，鱼儿没死，你信吗？真的，陛下，鱼儿没死，鱼儿，太好了，陛下，鱼儿现在何处啊？你看，你果然很欢喜，哪怕有一线的希望，都愿意相信他还活着。陛下，老奴愚钝，不知陛下何意。将旗营找了一个神似鱼儿的女人，让她自称程若愚，回到朕的身边。陛下，那他们这么做是何目的？邱子良既不想让朕一直活下去，又怎可能扶光王继位？所以他在等朕诞下子嗣。陛下这些年唯一亲近过的女子就是鱼儿，那他们是想？他们想打造一个假的鱼儿，来为朕诞下龙子。
终于能见到陛下了。传来消息，大人闭关中出了岔子，命在旦夕。消息属实。怎么样了？宣兵马留后张忠儒觐见。臣等参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与卢从一战，众将士辛苦了。阿志，老奴在。宣旨。是。门下兵马留后张忠儒以精兵800人、士团500人，一举攻破卢从，诛杀叛将，平乱有功，授卢从节度使、知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御史大夫，封兰陵郡王。余将士论功行赏，每人加赐粟10斗，布10匹，钦此。谢陛下隆恩。明日宫中设宴，为诸将士庆功。今日朕有点累了，退朝吧。恭送陛下。退朝。玲玲，陛下明日设的宴，你可得参加。是。走。奇怪，陛下不回寝宫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们都退下吧。
萧索，宿命奈何。人生月落，此生依旧难舍。铁马金戈，也踏不碎这星火，已前尘旧梦，任岁月消磨。往事